但是夏天说了，其实你们也在一起同居啊，也住在一起，好像就差一张证嘛。为什么一定要那张证呢？您出门坐飞机的话，是不是也需要一张身份证？那需要才能证明您的身份。我以什么名义来证明我们俩身份呢？我说我们俩是夫妻，没有这个证。我跟人家说我们俩已经结婚了，这不可能，你可以骗着人家，但是骗着自己。但是你不可能把你的结婚证到处炫耀。我最起码可以让我的身边的亲戚和朋友都知道我结婚了，一起分享我这段幸福。你结婚了，你办一个婚礼也是一样的呀，只是没有那张证书，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儿。家人对你们现在这种关系怎么看？赶紧结婚，赶紧就是正正经经的一起过日子，要一个小孩儿，去组织一家庭。你自己想要孩子吗？当然了。养孩子不是好玩，你把他生出来，这是一条命。我是爱，他是一个人。不是说是好玩。好玩养个小狗，喜欢别人家孩子也就你现在你的经济条件，把孩子生出来怎么养？而且以你们家人的想法，我看他上面写的年收入，你们俩都是10万嘛，这个经济条件20万。这是总的，而且我们俩现在为止没有存款，1分钱存款没有。啊，我如果感觉的不错的话，在生活里面好像你有时候是不是夏天更主导一些？对，他强势，我比较不成熟。哪有男人自己说自己不成熟？实话实说，实话实说。比较惯着我。因为我脾气不好，然后他呢，他很发脾气，对，我跟他发脾气，他一般都忍着。哎，你说这么好的男人怎么就不嫁呢？又宠你又疼你。他对我再好，该跟我离婚的时候还得离呀。谁说要离了？你怎么能知道你不会离呢？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离呢？那你怎么知道你不会离呢？李月，你今天的希望是什么？我希望跟他在这个栏目里边能求婚，得到他成功。得到他的同意啊，那你来这儿呢，就是拒绝他是吧？就是如果说真能让我不恐婚了，其实2个人能结了也就结了。好，但是孩子肯定还是不要。啊，先那你想过以后一步一步走啊，一步一步走啊，是啊，一步结了婚就由不得谁了啊，这不是他担心的一个理由吗？对，怕我结了婚就什么？来，丘比特问卷，听听专家的意见。于老师，来，我们说一下啊，这个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位这个夏天呢，其实挺外向、挺控制型的人，对吧？挺有力量的。那是他画的，是他画的，但是他画的画呢，代表他内心其实他一点都不强大，对，他挺渺小的，他挺恐怖的，他挺痛苦的，他绝不快乐。是说我快乐，因为我内心是自卑，并不是不快乐。自卑还能快乐吗？快乐，我过得每一天都很好啊。这个自卑是怎么产生的？你看啊，女孩子又漂亮，就是觉得自己长得丑。涂老师，我接触过很多像你这样的女嘉宾，确确实实是你们有一些固执的想法。其实你嘴巴上怎么辩解怎么说，我认为都是没有必要的。关键是你的内心深处，其实你是很渴望结婚，很渴望生孩子，很渴望恋爱。请问？但前提是安全的。涂老师，请问您是我吗？我不是你。对，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渴望过结婚跟生孩子。那是因为你认为那是不安全的。不管它是不是安全，至少我没有过这些。你所说的好的或者是坏的，其实都是以安全不安全为前提的。难道不是吗？不是安不安全，主要就是自己不想。另外还有一方面的因素，尤其是男方，有一方面你也做得不够足。第一，你没有让他能够彻底的感觉到温暖；第二，你的经济条件还不算稳定。就像他刚才所说的，你们俩连基本的积蓄都没有，你拿什么结婚？你连爱你10年的女人你都搞不定。我问您结婚的时候，您不是您结婚了？您结婚的时候您有多少钱存款呀？我最起码我有房有车。我也有房，我也有啊。你也有。对啊。但是你现在没有存款，你拿什么来摆宴席呢？你可以奋斗啊。是啊，是可以奋斗。问题是你的女朋友不相信啊。他刚才亲口说的，你不能给他安全感的，因为你摊上了一个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女朋友。他认为我相信你的女朋友是属于爱了你那种，这就是死心塌地的那种。他认为我没给他安全感，他在几年前以前就跟我分手了。但问题是他跟着你啊，那为什么这些年都不奋斗不努力呢？他没安全感，几年以前就没安全感了。是他就是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家庭条件很普通，就是普通的工人家庭，他的爸爸妈妈都是退休工人，没有什么钱。我爸干部啊，我爸是国家干部。他挣的少，我也不在意这个，我无所谓。王老师，这个从一个妈妈的角度，如果您的女儿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办呢？如果她要是我的女儿吧，我挺失望的。
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的阴暗面，你都就是坏的结果，你都想到了，你就不去这样做。对。可是这人总是要死的，你不现在还活着吗？不，这可是两个概念了，不是俩概念。活着，每个人都要活着，除非他选择自杀。但结婚，我是有选择的；死，您是没有选择的。死那天，你怎么能选择活还是死呢？我再问你，如果你要是真是说的，我就那么恐惧婚姻，我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干脆别谈恋爱。来，旁观者清。夏天的朋友是吧？我比较支持夏天，我觉得他不结婚是对的，因为我觉得他要结婚，首先他没有保障，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收入就没有保障，他以后生孩子怎么养活呀？我认为现在结婚不合适，还是李月应该强大一下自己吧。李月的朋友呢？我希望他们俩能赶紧把婚结了吧，因为我觉得他俩感情特别好。平时呢就使手机都使一个，喝水喝一瓶，吃饭都使一个碗。所以我觉得他俩就是这么多年了吧，都不错在一起。然后夏天的脾气就是稍微差了点儿，然后呢，我希望就反正李月也挺让着他的，他能找一个李月这么让着他的人也不是特别容易，说实话，知道吗？所以我希望他俩能。你希望夏天珍惜是吧？对，他能珍惜我，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如果想以后就是有孩子以后什么各种各样的保障吧，应该俩人在一起把婚结了之后稳定下来，一起努力更好一点。好，谢谢哈。我今天最大的感受是，原来谈恋爱还可以谈成这样。下面反正就真情告白了，我们该做的努力也做了，就是我们该跟他说的也说了，因为人的思想不可能在一个瞬间改变。但是在真情告白之前，黄金60秒之前，有一段影像是要放给夏天看的。如果你真的在乎这个男人，我想在那个影像里的那个男人的很多说法应该引起你的重视。来看一下。作为我们家长来讲，是愿意他们早一点结婚，可是呢，一直老是这么这么晃着也这个对于我来讲不是没有看法。我这种家庭吧，比较老派的家庭，我不喜欢这样的张扬的女人，花钱也无度。就他那个就像这大戏就这么些啊，这都是1000多块钱一双。你这家里这么高，盒子这么宽，全是那鞋，各种鞋全是。你说什么鞋没有？你怎么穿得了？有一回我就冒着胆子说了一句话：夏天，你穿这裤衩太小，还哭了。夏天提出来不要孩子以后，那我说不要孩子，从中国人的这观念来讲，还是有了孩子算个家。如果我们结了婚以后一直没有孩子的话，那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家。那你既然想特别爱这个李月，可是你又不去结婚，那谈不上什么的爱情。夏天说了，男人都不靠谱。我心想，你们都10年了，有什么不靠谱的呢？我认为吧，这东西要是成就成，要是不成那就是早，应该早一点，分道扬镳。你最好是听你爸爸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他爸指责我的3条原因。第1条，不是过日子的人，因为我能花钱。在这儿要说一句，钱是我自己挣的，所有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第2，我脾气不好，这是我的天性，想过改没改掉，但是我指就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吵架，刚才他爸说的话，我穿什么衣服他父亲要管，公公要管，儿媳妇穿什么衣服，我买鞋买衣服他也要管，甚至说因为我吃不惯北京做的饭，我是青岛人，他爸也要生气。如果说逢年过，我们是住在一起，逢年过节我来探探老人家，老人家做了饭，或者我们做饭我吃行，但是我真的吃不惯。如果天天这么吃的话，
我觉得谁都受不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夏天，我们在前面谈了那么多，有比这个更激烈的嘉宾的提问，你都没有动过情，唯独看到李岳父亲这段采访的时候，你是真动情、真动容、真在乎了。你告诉我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没想到我的公公会这么说我。你结婚了吗？就叫公公？因为住在一起了。我自从跟他住在一起以后，一直也是跟他父母住在一起。事实上，你在你的心里恐怕你们已经结婚了吧？对，我就觉得就是缺一张证。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李岳，今天调解的再好，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就冲你爸的这番话。其实我爸这种关心是真是出于一个好的那种关心。对，关心我有几双鞋，有几双鞋超过1000块。我没有花您的钱，也没有花他的钱。我请问你们为什么要指责我？我只是想在我老了以后，我对自己的20几岁无怨无悔，我没有花任何人的钱。你不给自个儿留个窑吗？我现在开始攒钱，不晚吧？我从今年开始攒钱，不晚吧？我已经在攒了。但是你们没有权利指责我，我花自己的钱，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指责我。可是我爸说的是之前的事儿，不是说你。他说的是现在。他老人家有时间去我屋里数数我有多少双鞋，您觉得？您的鞋就摆在门口，有多少双？我什么谁去咱家都能一目了然的就看见了。我的鞋是摆在门口吗？是摆在门口还是放在卧室？没我穿短裤短裙有多长？其实我非常理解李岳的父亲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到过，他父亲在 VCR 当中这样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冒着胆子说了一句话，就跟自己将来的儿媳妇还要冒着一个胆子就说这种话，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对，因为他要说我的短裤短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李岳分手吧。那您觉得您的父亲在跟您的女朋友说你的短裤有点短的时候，你觉得这很对是吗？我认为两个人的这种时代的感觉不一样，他接受不了那是正常的。对，他接受不了。而且我的女朋友一定会恭恭敬敬地说，没关系，下次我就长一点。对，那是因为那是您的女朋友，一定要计较。他可以跟他的儿子说，但未必要当着我的面指责我说。他知道。但老人家这样说有什么不对的吗？我没有说不对呀，我没有说不对，只是说我接受不了这件事儿。所以我劝李岳啊，如果说您觉得这样合适的话，等您的儿子有了女朋友以后，您也指着他说，姑娘，短裤有点短，您觉得很合适吗？我会指，我一定会指。那好，那您的儿媳妇未必能接受得了。这女孩，如果说这个话的是你的父亲，你怎么想？我自己的父亲是因为他生了我，我们有血缘关系，您明白什么意思吗？是因为我的公公他来指责我这件事儿，您可能不理解我的心情。可是你们现在生活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那毕竟没有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决定不了一切，很重要，在这件事决定不了一切。我爸指责我穿短裤，没事儿，他爸指责我穿短裤就是。你很极端，你知道吗？你的性格我刚才跟您说了，我很极端，但是我妈。但是你知道你极端，你应该改，真的。失望。如果这样的性格，我觉得。你父亲对你失望吗？没有啊，我爸妈都很喜欢我啊。还有一点，他父亲在说你，你不应该迁怒于他，这是两个人。他父亲说你，我特别理解，因为我们以后要生活在一起。如果他父亲对我不满意，那我也不会。好。那你要找一个全家都对你满意的，你这种性格太难找了。你这样很难融到一个人、亲人和朋友和同事中间去，很难，而且你会很痛苦。虽然你嘴上不承认，不是你说我活得很幸福，我很快乐，我就不相信你这种性格活得很快乐，不可能。我今天就没有看到你快乐过。今天啊，我们俩在吵架，怎么应该所有的人在辩论？请问老师，我的生活你永远是对的，我是错的 ，OK。啊，当然也不是，是说我的生活，您怎么知道我过得不快乐？您来过过吗？您是我吗？说了不要跟他说没有用的。对，不说了，别说了，闭嘴，我们都闭嘴。你不大哥啊，我不大哥，你大哥。活在一个偏色世界里的人，我相信不会开心。还好。